天气突然间转了一点点好，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加进来的地方很漂亮，有瀑布，然后进来看一下，才知道啊，这里就是 Rainhaven National Park。从这个 Berlingen 这里有一个 hiking trail， 应该是短短的一个圈，一个 round trip， 我们就去走一圈看看。这一堆哦，全部都是那些驯鹿的脚贴成的，好像木材这样。哇，好像一个艺术装置。那有一个景点很漂亮的。Sekarang 要下去拍照喽！那边这样漂亮，那上面还有一个桥。哇，你看这么漂亮！对，这一直下去。走来前面哦，就是这个小木桥。那个木桥哦，完全都是木的结构嘞，看起来哦，啊，有一点点担心啊，这下面就是悬崖，所以看那个木哦，全部都是木结成的，对面也是没有用石头的。哦，那下面就是哦，绿到不行的水。这个是纯手工的木质的桥，全部都是用以前的技术来建成的。它桥有那个门的，纯木的嘞，纯木的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上面，哇，那个水就这样流下来。虽然是在下雨了，可是哦，就是这么漂亮啊！哦，你看那个水碧绿到哦，看到这么漂亮的水哦，是很疗愈的。过桥了，过桥费，过桥费，嘿，在没有路的里面找一条路出来走。相信前面还是有路的。哇，另外一段瀑布就在前面。你看，爬到这么高了，看到下面2座桥了，是咯？看起来不怎么样啊，可是啊，一滑下去啊，一滑下去就给水冲下去了啦。爬到上面之后哦，发现居然上面有一个停车场。哎呀，苗斌讲，哎呀，为什么有停车场还需要走路上来？现在我们走去另外一个桥，走更远了。
一路走来哦，都有放这些牌哦。这些牌呢，其实是有放诗在这里，所以他就把它放成几种不同的语言。这些诗呢，听说是一个长久居住在这里的一个居民，他一辈子都住在这里，然后写了很多诗，出版了很多书，所以这些大自然就给了他灵感了。所以你看挪威的人是多么浪漫。好了，来到终点了。这里就是那个 Ranheim National Park。我们又回来这里了。9年前、9年后，这个是没有区别的。这是我们来挪威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城市。因为我们都在北边走。而且整间确实这样被烧了这样啊，对了，被火烧这样弄到黑黑的。重游旧地。现在他做了一个 line。可能之前有了啦，我们那天太早起来了，早起来哦，下雨，参观完那个测试走了。对。可是你看这里的流水也是很急的，觉得这里的比较milky一点。这里就没有那么蓝，没有那么绿了。等一下会有人飞下来。上面飞过来哦，是很爽的咯。我们的车子停在前面。这个哦，你看它的河水是这样绿的。这条河哦，就是之前我们顺着它一直走下来的那条河。它来到这边哦，是已经那个水量很大很深了。这个桥哦，是1952年建造的，最多能够承受800 kg， 所以他讲不要超过10个人在桥上面，然后哦，不要去摇它。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你看那个碧绿的河水这样一直流下来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那河很深很 strong。虾汤，用虾壳煮出来的虾汤，然后拿来煮那面条吃，好多料哦！你看鱼饼，哈哈，在这里找到挪威鱼饼，还有香菇，北极虾加鱼饼，鱼饼很多了在下面。我们在一个 National Park 里面，这条路呢是临时决定进来的。是一条行李路来的，现在呢在海拔差不多1000米高的地方，所以你看哦，那个风景又看起来有一点不一样。看起来很荒芜，可是哦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来的。你看前面就是度假的小镇来的。新力路 Londane， 不懂发音准不准啊？刚才哦，我们在 E6 驾车的时候往 Oslo 那边走的时候啊 ，Scarlett 竟然突然间决定了，我们弯进来这个 Roden Scenic Route， 所以现在呢，一进来呢就天气变好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已经5点多6点了，我们打算在这里过夜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决定了不去 Oslo 了，直接从那个 end of 那个 Scenic Road 啊，去随登，就从那边进随登。我DOD就在上面。我们趁早上啊，太阳有出现，因为这几天都一直在下雨。今天早上的太阳还不错，有露脸，可是已经开始多云了。预告说下午会下大雨了，下雨了。第一站呢，就是去看那个 Church， Solia Church。
这里的山是很特别的，看起来是绿绿的，都是那些白色的那些苔藓。这边的山看起来不高吧，实际上哦，很多都是2000多米高的。因为我们在很高的地方，所以它就显得不高。现在我们从挪威回去瑞典，因为8月1号我们有船要出瑞典到德国的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去瑞典了，没有待在挪威了。因为挪威的南部基本上我们上一次都有去玩过，所以这次就没有打算再去挤了。因为南部的挪威会比较多人。哦，这边是挪威，然后一过完这个牌就是瑞典了，所以就是住在那边的人就应该是瑞典人，然后住在我们后面的就是挪威人。可是有一户人家住在中间哦，看到山上哦，不懂是哪里人。